Orion Pax, your noble sacrifice for the greater good has proven you worthy in the eyes for the Primus. He entrusts in you the future of Cybertron on the matrix of the leadership.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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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咕咕嘎嘎，咕咕嘎嘎，咕咕咕嘎嘎，咕咕嘎，咕咕嘎嘎，咕咕咕嘎嘎。Rise, Optimus Prime。等会儿你说什么玩意儿？没有眼灯，没有眼灯，你还 rise 啥呀？理解热爱，分享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鲨鱼。屏幕前有多少朋友是看了《起源》才入坑变形金刚这个 IP 的呢？不得不说，《起源》呢是近些年来表现非常不错的一部变形金刚作品，将赛博坦的这个历史啊和两派之间的矛盾呢进行了一定的整合，用一种更方便理解的方式呢呈现在观众面前。再加上这种类记忆和现代的这个形象结合呢，还是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可惜啊，市场表现呢不尽如人意。不过看完电影之后啊，相信很多人呢都对奥利安和这个第16他们两个的这个形态转变和逐步升级矛盾的过程呢感觉到非常的惋惜。所以在众多的选择里呢，我当时也是选择花更多的时间去预定这款 3-0 的奥利安和第16，包括我后面也买了这款艾丽塔。那么隔了这么久，终于出货了，这么贵的价格呢，具体表现如何，我们就一起来品上一品。先来看一下这次包装盒的大小啊，我拿一支元祖漫画钢索放在旁边，你可以发现，哎，对吧？也没比这个玩具大多少啊，所以说明这次的包装盒其实尺寸是有点迷你的。我刚开始收到快递的时候，感觉大小就像个大一点的手机盒啊，可以说还是很精简的。那么官图上呢，你可以看到，不论是眼睛啊还是胸口呢，都是有刻画的这个灯光，但实物是完全没有的。包装盒的上方呢，也是玩具摆出的官图动作啊，整体都是一个官图的堆砌吧，然后背面是一个开窗，这个包装整体只能说有起源的意思啊，不能说多么的好看吧。那么看到实物啊，身上的这种香槟金的调色和金属漆给人的质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银色微微发香槟金的这种感觉啊，也是比较接近电影给人的质感。可以说上手的这种沉重呢，以及它给人的观感啊，确实是还原度不错的。那么拿来同系列的艾丽塔第2阶段，可以看到感觉呢奥利安是稍微高了一些啊，不过呢也勉强能配。具体这个比例呢，我就不去纠结了。虽然我看了很多次起源啊，但是对于他们这个比例我也是很迷。那么虽然乍看之下，产品的外观表现呢还是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如果你涉及到它的售价的话，那么细说它其实有很多的小问题。首先说到这个面部啊，就可能是30的这个传统吧，它没有在这次加入这个眼灯或者胸灯这样的东西，这我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一次呢，它的面部在完全没有透光件的一个情况下，在眼睛那里面雕使用了一个透明件，就导致这个眼睛完全反映不出来任何的光芒啊，是非常的暗淡，看起来呢就像是奥利安睡着了一样。面部结构之类的细节呢，至少在大体上啊还过得去，所以我就不去细究了。我这个的眼角呢，甚至被喷了一点银漆啊，中奖了。除了双眼无神带给人的这种空洞感啊。再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脚部呢，你可以看到是偷色了几个这个圆形的结构的，这里实在是没有必要啊，这对吧？你比别人晚出货这么久，价格呢又不便宜啊。作为一个主打还原的系列呢，这个属实是有点不应该。那可以看一下丝面的细节呢，其实勾勒的还是不错，因为起源的机设呢本身也不算是特别的复杂，那表面上的机械细节加上渗线呢，整体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符合电影里的这种观感。红色的部分呢，还是用了金属漆去进行喷涂啊，虽然整体感觉非常的华丽，但是表面呢还是有一些不平整的橘皮，并且也没有做出电影里的这种纹理感啊。不过这点嘛，因为毕竟也不是放在眼前看，而且尺寸比例较小啊，就不去细究。那么胸口的面板呢是插在上面的，很容易就能取下，可以看到内部呢电影中的细节也有勾勒，不过整体呢就比较的简单，层次感还是可以的。奥利安的形态呢，在外观上其实整体就让人感觉车窗和双眼啊实在是太暗淡了。那看一下可动性，头部的话呢，上抬的幅度是比较大的，可以做出这么一个类似于喷气背包飞行的感觉。那低头呢，也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幅度。那么这个关节的表现呢，在各方向都是非常流畅的。为了演示肩膀的可动结构呢，我们把肩胛的这个插栓给拔下来。内部用了一个较长杆的双头球冠啊，可以保证各方向的活动，还是比较舒服的。不过呢，非常的紧啊，然后
前后呢也有一个蝴蝶间的范围。平台它是通过这个球冠外加这么一段转轴去平台的，所以它的幅度是非常自由的，90度往上很多了。那肩胛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结构上抬，这样呢就不会干涉到它的动作。大臂这一处呢也有180度的旋转，曲肘的幅度呢也是非常的够用。说明书上指示呢，你也可以将小臂的下段旋转90度去完成某些姿势的特定角度。小臂甲的上侧呢可以向下抬起有一个球冠在里边。手腕部分呢依然是用了一个双头的球形连接件活动范围还是比较自由的，不过呢有点松。腰腹部呢左右侧摆有一定的范围最主要的呢是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弯腰，不过只是胸腹部分可以向下弯。背后也有做出补肉的零件裙甲呢在平时一体性很好，可以通过后面的连杆给它打开，然后这样呢你就可以左右旋转了，基本上360度没问题。但是这个裙甲的零件呢还是有点容易掉的。大腿部分呢依然是这种双头的球冠然后你可以拉得很下面，然后去增大它的范围。不过你在掰动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就比如说像我这下直接把这裙甲就薅下来了。把完的时候小心一点呢，裙甲在这里还是可以达到超过90度的一个较大的前踢范围的，只不过裙甲的造型呢就会有点危险了。这个下折呢，膝盖关节也是一个双段非常的大的一个角度，然后脚部的接地呢是一个双头球冠外加一个转轴配合在一起呢，各角度的接地还是不错。但因为有这个活动的裙甲零件的阻挡在摆姿势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点受限的不过耐心的调整呢，站立的稳定性和活动范围还是能令人满意的。包括这个脚掌也有一个这个前踏的关节。那此款奥利安形态呢是没有附属什么有意义的配件也就是一个握拳手、一个张开手和一个指人手，可以摆出很经典的这个 transform and roll out 的这种动作。当然了，眼睛全靠 P。另外就是这个手部它的手型其实是没有这个手背部盖板的，这里就非常的恶心了。为什么呢？它一共就有3对手型握拳手、张开手、指人手，但是它就给了你2个盖板。你说这是图什么呢？对不对？你都给了，而且你还不是给了一个，你要是只给一个，对吧？在各个上面换，我还就当你抠了。你说你都给2对了，然后一共就3对手型，你还非让我去借来借去的这个拆借这个手背盖板真的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类似于 SHF 塔尔塔罗斯的这种设计，让人怎么评价呢？就是提出这个手型替换盖板主意的这个人呢，他们家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只能用一根充电线，就是充了手机不能充电脑，充了电风扇就不能充手机的那种情况。为什么又把艾丽塔拿出来了呢？因为它钻头也没给，喷气背包也没给影片里的那个地图也没有给，所有的配件呢，就是一把枪和一个握枪手还都给到了艾丽塔的里边。你如果不买艾丽塔呢，你就还原不了大哥持枪的动作。这是我们 3-0 在向玩家表达这个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完了，光是捆绑销售呢还不够，就连捆绑销售的这个握枪手也没有手背盖板，它还是要你用圆盒的那个这。那么当你去替换手的时候呢，因为它里边的这个双头球针连接小臂的这个部分比较松，很容易呢就一起拽下来，所以你必须用吹风机加热一下，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手型拔出来，一定要小心，不然你就把球针一起拔下来了，你就替换不了了。然后你再把这个手臂盖板也给它拔下来，然后再给安到这个，你看我差点就脱手了，对吧？安到另一个手型上，然后你还要拿着镊子再重新吹一下才能怼回去。就是在替换手型的时候呢，让人觉得稍微有那么点繁杂痛苦。那么把这个枪握上之后其实单手持枪呢还是会有干涉的，因为那个手臂甲的造型，你不管怎么摆呢，对吧？它都不能直的拿这把枪但是如果你双手持枪呢，它这个枪的枪托却能很好的顶在它的这个腋部感觉还是比较标准的。当然了，为了这把枪都是为了这个经典的造型。那么致敬86大电影的跳射呢，也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素体的可能性摆出来。唯一的问题是枪有点重。但手型那里我说了有点松，对吧？所以你碰呢，有的时候它会支撑不住那么产品里呢还附属了一个领导模块表面呢有很不错的细节刻画，并且这个涂装呢也很接近电影里的感觉。不过背后呢就是个空心的，那么可以直接把胸甲打开放在它的胸口里。那么擎天柱的车窗呢和奥利安的车窗还用了2种不同的透明件可以看到擎天柱的明显是更透亮，奥利安的就偏黑。但是你放上去之后呢，依然这个透光度是有限的，这还是在我打着灯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打开灯光呢，其实正常把玩是不太接近影片里那种比较透亮的感觉。肩甲呢也是个简单的拔插替换但是头部呢就涉及到整整4个零件都要拔下来重新替换这里就其实让人有点迷惑了。
你如果这么麻烦的话，何必不直接做成替换头呢？你里面又没有发光，对吧？目前这个样子呢，哎，背甲也要替换，这个脸呢也要拆的跟五马分尸了一样，结果里边呢又没有任何的结构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恼怒。整体的替换流程呢，除了面部稍微有点繁琐，其实并不算复杂很快呢，我们就能得到擎天柱的一个造型。那再跟同系列的艾丽塔放在一起呢，因为它本身身高没有做任何的变化，虽然整体视觉上看着雄壮了一点，但这个比例已经不知道是对还是不对了。大哥的这张口罩脸呢，观感上会比奥利安的双眼无神好一点但依然没有解决他完全是两眼无光、黑黝黝的这种感觉。把帽子掀起来呢，你能看到它这个面雕上面的眉毛也做出了刻画，但是没有影片里的那种分层啊。不过这个面雕你可以看到了，跟我的指甲比呢那么小一个，对吧？你没有必要呢去要求太多了，毕竟平时这个眉毛也遮挡在面雕里，光是能看到这一层细节呢就不错了。那么终于本款产品里呢是附属了它自己的一个能量斧啊，这个能量斧也只是擎天柱的配件，对吧？奥利安没法用，那它呢是唯一一个厂商啊，根据电影里的造型去做了颜色上的调整，其他厂商呢都把颜色做反了，毕竟出品时间比较早。不过斧柄的最后一节呢，和这个球的部分内部啊，也没有做出橙色的细节，感觉还是有点生硬的。在肩甲这里呢，用了一个非常直白的这个插栓啊，让你可以把这个零件呢给转过来，对吧？还原电影里他跟威震天互喷的那个场景。能量斧装载之后呢，哎，大哥的气势还是出来了。在这个起源电影里呢，能量斧不再是擎天柱的一个常规的武装啊，而是成了领导模块加持下的一个专武啊。电影里的表现呢，还是给我们这些老粉丝很多的震撼与感动。产品本身来说呢，还是让人略感遗憾。虽然本身来说啊，素质和外形呢，足以达到目前最还原的起源产品，但是依然呢，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做好却没有去做的。尤其是在国产这么多厂商呢，都引入了灯光的运用之后啊，作为这么高端的一个定位呢，没有去做灯光呢，还有很多细节上的偷色呀、对不上啊之类的，就让人感觉啊，略微有那么点敷衍在这里了。不过呢，还算扎实的手感啊，以及相对来说较为还原的外形，以及针对于电影后期做出的一些细节上的颜色调整呢，我还是比较认可的。虽然这个玩具的面胶尺寸非常的小啊，但我觉得呢，你就算直接用蓝色的金属漆面啊，去做一个亮色的勾勒，也比你现在呢直接黑秃秃的好啊。看我涂上这个 P 过的效果呢，当然是让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证明底子是不错啊，就是角色的灵魂呢有点丧失掉了。OK，喜欢我的内容呢，就请点赞、收藏加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群，与我们一起聊玩具，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